家好，欢迎来到不再朝九晚五的频道。今天想带大家去看一看印度西孟加拉邦靠近尼泊尔和不丹的一些乡村和小镇，感受一下那里的社会氛围。我总体的感觉，那儿的自然环境保护的还是相当不错的，绿色的植被很多，但是也有几个景象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我就跟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吧。无论是在街头巷尾，还是在这些村庄的道路上，你都可以看到这些神牛们，他们在那里肆意横行。他们不仅勇于占领这些中间的车道，连司机们都不得不对他们避让三舍。我的朋友告诉我，如果你在印度开车撞了人，所闯下的祸还不及撞上这些神牛呢。因为在许多印度教中，牛被认为是神圣的，印度大部分的地区都禁止屠宰牛。在印度教的文化中，狗有时也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喂养。这些毛茸茸的家伙们有着超凡的胆量，他们专挑车流最密集的路口躺下，成了一道天然的速度缓冲带，司机们却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开他们，就像在进行一场高难度的障碍赛。看前面，你能帮我数一数这辆皮卡的后座厢里上面有多少人吗？哇，还有一个人挂在那里，这是皮卡大冒险吗？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像牛和狗那样幸运的，在这些街道的两旁，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小摊位。那商家就是把这些鸡买来，然后杀死、清理、分块出卖。据说这样的小摊位投资大概也就$2000左右，商家就是靠买鸡，然后帮着杀鸡处理，来挣取那将近10%的利润。住在当地的饭店里，起初听到噼噼啪啪的炮竹声，以为又在庆祝过什么节日。后来当地人告诉我们，那是因为大象在夜晚出来，当地人为了防止它们造成对植物和建筑的损害，于是用放鞭炮的方法来驱赶大象。我们现在在这个东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说是有大象，大概再过1个小时左右他们会出来，也不知道会不会出来啊，我们看一看。当地的朋友们自愿带我们前去，我们心里不免有一些小小的激动。前面那些 West Bengal 大象的照片是我从网上搜索来的，要自己能拍到，说实话还真没那么容易。看到了一群水牛，
在河岸边吃草，这是水牛牧。人也在那里悠闲自在。我感觉此情如果看不见大象，也应该知足了。这些都是大象的粪便。这个地方是一个挺有名的，就是看这个大象的野生大象的一个场所。据说每天大概到4、5点钟的时候，大象会出现。当然，大象是没有看见，但是我们有更好看的，我们要赶着去看。我们的车慢慢的向着不丹的边界行驶，不知道为什么，道路变得越来越破烂，车子上下颠簸，差一点我都要吐了。我谷歌了一下，大致上说是这儿因为地形复杂，有山区，有丘陵，使这个道路建设和维护非常的困难。另外就是气候非常的恶劣，这儿雨季的时候呢，道路容易被洪水冲毁。到了冬季，积雪和冰冻呢，又会使道路导致封闭。我想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印度那边经济的状况吧。地方政府估计也是资源缺乏，修道路需要钱啊，所以干脆也就作罢了。终于到达了小镇，从这里如果往直行，就会进入不丹的境内了。如果向右转，将会是小镇上的一条主要街道，人们正在那里庆祝光明节的节日。在边界上，印度这边的边防官看见我手上拿着 YouTube 的录像设备，就对我说：“你可以走过去，你可以走过去。”这就是在印度不丹边界上的著名的不丹之门。
所以我就一直往前走。当我脚跨过印度的边界，进入到不丹的土地上的时候，对面的边防官终于向我挥手，让我止步了。到这个印度不丹的边界小镇上来的一个原因，就是想看一看印度人是怎样庆祝他们的光明节的。光明节的另外2个名字又叫排灯节或者屠妖节。这个节日可以追溯到大概2500多年前。当然，这个节日是印度最大的节日，也是印度教里面最大的节日。庆祝这5天的假期，它的理由不只是一个。其中最常见的一个故事，就是关于比斯努神的化身之一罗摩国王的故事。当兰卡的一位邪恶国王俘虏了罗摩的妻子西塔时，他组建了一支猴子军队来营救他。这些猴子在印度和斯里兰卡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他们入侵斯里兰卡，并释放了西塔，并杀死了那个邪恶的国王。当罗摩和西塔返回北方时，阿约提亚市各处散布着数百万盏灯，只是为了帮助他们回家，只是为了欢迎他们。这让我想起我在美国每年都过的圣诞节。在圣诞节的时候，也是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据说有一位上帝，他创造了人类，但是有一位邪恶的撒旦，他唆使人类犯了罪。上帝为了拯救人类，他来到地球上，把自己作为一个赎回祭，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人们可以通过接受他，重新跟他恢复他创造他们那时的美好关系。因此，有人写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你能带到本境，能看明
歧视之路吗？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儿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转发和订阅。我们下一期再见。